来吧，新玩具！今天我们来玩 NA 新出的这一款滑翔机，盒子非常的小巧，透过窗户也可以直接看到里边的内容物。食品方面，一份线稿说明书，配件内容：一把小枪，扮演外星人的面具，还会附带一套透明的支架，延展出来还是挺长的，并且支架的桩子为了增加这里根部的强度，里边还内置了一根钢轴。这个就做得很细心啊！很多的支架其实都是因为这地方太紧了，来回拧会容易把这里拧断。预制了钢轴的话，强度就增加了。加强筋，哇，这个细节好评。来看玩具的本体，人形的造型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身上的红色漆面涂装也是非常漂亮，对着光看反光的效果非常的强。小腿肚子这里稍微的有一点点，它其实把这个引擎填在了这里边。这款的变形很有意思啊，尤其腿部这块的处理，它把引擎填起来了以后，既遮挡了空洞，又起到一个半隐藏的效果，还把腿肚子那个圆圆的感觉，类似于腿部肌肉的质感做出来吧。大腿后方这里原本是两个空洞啊，但这回填了两个合金块进去，起到了一个加重的下半盘的效果。背包也不算太大吧。整体来说，人形也是整整齐齐。跟动画片里边对比一下效果，其实对于一些还原的元素来说，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，很不错了已经。尤其这么小的一个玩具，在变形结构之下，两个形态还能做得非常棒，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背后这里看，背包这块也是非常整的。人形高度到最高处差不多 7.7 到 7.8 左右吧，并没有到8公分。更换面具的时候，把脑袋折出来，拧个180度，旋转回去，这里就露着一个窟窿，然后直接把面具扣在这个洞里，就可以摆出来动画片里边他们假扮外星人的名场景了。脚丫子很大，其实单脚支撑站立在地上还是很稳定的。胸板可以打开，里边还有一颗小心脏的刻画，虽然说比较简单吧，但这个也是在动画片里边还原出来滑翔机的新的那一集。可动方面，这一款身上我竟然没有发现球冠啊！头部360度可以旋转，完全不影响。肩膀平举180，360度。新玩具的转轴还是挺紧的。二头肌可以旋转，胳膊肘屈臂一段可以达到135度，小拳头也可以进行360度的旋转。腰部360度变形需要，同时变形需要，这回做了弯腰关节，也是一个 Z 字折叠，差不多可以弯到这个幅度。如果你有一个足够小的小人的话，当然我觉得大亚克隆那个尺寸差不多可以配啊。前踢它是连着裤衩子这一块整体的转动，所以可以踢平甚至更高一些。但是后踢这回 NA 的胯部也完全锁死了，后踢完全踢不过去，侧踢可以踢平。甚至胯部这里全是转轴，没有一个球冠。大腿根部可以进行360度的旋转，同时膝盖位置也能进行360，这个是变形的需要。屈腿90度，脚踝左右有旋转，接地独立的转轴关节。其实接地是从这一段轴接的啊，这是个整脚面，这一块是变形的关节，折叠起来的，前后也有活动的范围。所以可以说这款小滑翔机真的做得非常厉害了，在这么点的一个小尺寸的玩具上面，人形做得很棒啊，而且在可动方面表现的素质也不错，身上该有的一些噱头也有。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变形设计如何。可以说这款是很标准的 NA 式块状移动了，非常的巧妙。首先胳膊稍微打开一点，把小臂这一圈旋转180度，腾开这个空间露出一个扣子，往上屈臂，这个时候才可以折到180度的翻折过来，因为前边这一块有个挡肉嘛。接着整体的往上旋转90度，翻出来的手腕部分的卡扣和小翅膀结合，两片机翼从这个地方的卡扣解锁开，打横90度，然后腰部整体的拉伸，双关节直接把它立起来，翻到背包来。打开，把这两个插机翼的卡扣90度立起来，翻成这样的两个圆扣子，跟后方这里结合，插住，然后这一块翻折上来，让驾驶舱填满。肚子这里我们可以先打开，
先不要扣啊，放在这里就行了。上半身基本上变好，腰部拧个180度，放这儿备用。大腿稍微打开一点点，旋转180度，然后再把膝盖旋转180度，再把脚踝旋转180度，就是说从腰部以下能转的地方都180度转一次就好了，这样就不会乱了嘛。腿部变形的时候，尤其注意啊，它这个地方一定要打开一个斜45度的距离。一会儿我们再说。后方的引擎抠开，这地方有连接的卡扣，拉出来，旋转180，然后推一下滑道，让这个引擎偏合好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引擎的侧方这里和膝盖位置有一个卡扣，双关节拉出来，旋转180，再滑动拼整。脚丫子左右打开，再往起翻折，把尾翼拼出来。脚尖往后，脚后跟再拼起来，形成一个尖尖的闭合。这些零件的转换呀，这个怎能用一个妙字来形容啊？就这种的感觉是什么？就是在有限的结构、有限的尺寸、有限的零件数值上做出来了最大的变形环节，就那种感觉。处理的效果非常美妙。现在看起来腿还是有些长，我们要把这一节白色的大腿藏进小腿里边，这里进行一个180度的翻转倒贴过来。哎，这也是你裤衩子为什么要折开45度的距离，主要是这个边缘这里啊不要挡到，而且它要用裤衩去锁这个边，锁住了以后这个地方就不会来回动了。虽然现在的180度翻转并没有任何的卡扣，但是用裤衩一锁，它就牢固了。哎，最后再拼合起来中间所有的卡扣。那下半盘现在也就变好了，中间的腰部双关节往前推，推上来以后这里有一个卡扣，定一下位置。最后再把肚兜双关节放下来，这里边的卡扣进行结合。还有一步小细节，脑袋翻起来，脸藏进去。脚枪可以挂在翅膀下方露出来拳头的地方。哇，真的可以说是非常巧妙的一个变形过程。玩这个会特别的爽。你如果喜欢减法设计、块状移动的话，在这款滑翔机上边，你就会把你所有喜欢的点都 get 到的那种味道。而且人形也好，飞机形态也好，两个形态的兼容性都是非常不错的。滑翔机变成了飞机形态以后，你甚至看不到太多人形暴露的位置，唯一有可能就是两个小拳头以及大腿的白色部分了。其他从侧面、上面、正面看，甚至后方都非常的棒。在这么小的一款7厘米大的玩具上边，能把这些结构做到如此之精彩，哇，不愧是 NA 的变形设计啊，太牛逼了！对比一下动画片里边的还原度，元素方面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啊。当然也并不是100%的完美，毕竟是小玩具嘛，所以在这个地方的尾翼还有引擎下方这里的轴会显得很粗。不过这个东西肯定是为了保护玩具，如果你做的太细了的话，这个臂肯定会裂掉的。引擎的根部也是这款滑翔机身上唯一可以发现的球形关节了。这就是小比例玩具的魅力吧，可以说 NA 把变形这一块玩的真的是非常明白的。其实 NA 家的这个设计团队在 DX9 当年就做过那款大比例的滑翔机啊，当时来说也是做的相当棒了，各方面的水准都很高。所以我一直在说 NA 在做小比例滑翔机的时候就是手到擒来，只是在结构上面做一些适合于小比例的精致转换以及简化处理吧。但没想到这一回让我眼前一亮，耳目一新，和之前的大比例完全没有任何的逻辑关系在里边，纯粹是一个完全重新设计的作品。但这一回的重新设计，我觉得甚至比 DX9 当年的大比例更加的精彩。小比例的魅力就在此处啊！精致的东西放在手里边，每一个细小的零件在你指尖变形的时候，最后变形完成两个形态都是让你非常满意的感觉。那这种味道就是 NA 所带来的魔力吧。总结来说，我对这款滑翔机的评价非常之高，满分10分的话，我甚至能给到9分甚至9.5分的呀。
对于一个7厘米大的玩具还要求什么？能做到如此之高的完成度，真的太厉害了，佩服佩服。所以这款滑翔机我也可以预定今年我的10佳了，这个变形设计太喜欢了，牛逼。那么得嘞，这款咱们就先玩到这儿吧。